各位同学，上课钟响哦。那个还在低头滑手机傻笑的，对，就是你，把你那个淬叶啊先收起来。我是你们最爱的班导师啊。今天我们要来聊的专题就是在睡池上许愿，是不是真的比去庙里拜拜还要灵？好啦，我们回到正题。说真的，为什么大家现在宁愿在手机上许愿啊？这就要从我们班上最近流行的一种，可以说是集体中毒的现象开始讲起了。我看大家现在是完全沉迷在Trey，也就是 Threads 上面，好像没有它就活不下去一样。这种病哦，我个人把它命名为不发Trey会死病。你看嘛，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以前你们下课是冲福利社，现在是全班一起低头滑手机。老实讲，你们要是有刷Trey一半的勤劳来背单字，我们班英文早就全班都及格了啦。这个Trey最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你想想看哦，你花一整个晚上呕心沥血写的读书心得，结果根本没有人要理你。但是你随手拍一下中午便当那块炸得跟木炭没两样的排骨，结果会怎么样？没错，5000个爱心，就只是因为你配上一句今天好烦。你看，这就是现在的流量密码。虽然说真的有点莫名其妙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所以啦，各位同学，重点来了哦，这就是现代社群的流量密码，越废反而越多人看。这句抄下来，期末会考记起来。我跟你们讲哦，这种中毒现象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并发症。来，我们直接看下一章，就是这个所谓的数位止痛法。你想想看哦，当你在走廊上不小心滑倒，膝盖痛得要死的时候，正常人的反应应该是赶快检查伤口，对不对？错，我看你们现在的第一个反应绝对是先拿出手机，调好角度，拍下那个正在流血的膝盖，发一篇文，然后就一脸淡定的坐在地上等爱心。你们发的文大概8、9不离10，就是长这样。笑死，刚刚差点原地登出人生，翠友救我。然后等到爱心数破败之后，那个伤口好像也奇迹似地的不痛了。你甚至还会觉得，这一跤好像跌得还蛮值得的哟。好啦，虽然我刚刚一直在念，但说真的，这个现象在台湾竟然很奇妙的演变成一种非常独特，甚至也还可以说是一种正面的文化现象。你没有听错，就是这个充满绯闻的地方，竟然成了另类的台湾之光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夸张？别急，我们接着看下去就知道为什么了。为什么呢？到底为什么一个看起来都在发绯闻的平台可以被称作是台湾之光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台湾人实在是太热心、太爱凑热闹了啦。现在的Trey已经不只是一个社交软体了，它变成什么？它变成全台湾最大的集体心事树洞，一个跟万应公祠差不多等级的许愿池，还有地调最强的民间侦探社。这个效率有多惊人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。之前就有人发了一张20几年前的老照片，问说有没有人认识照片里面一个根本不认识的路人甲。结果你猜怎样？不到半个小时，照片里的本人竟然就被网友神出来了。不过最精彩的永远是底下的回复。就有一则留言是这样写的：那是我爸啦，他那天说要去楼下买包烟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台湾，又温馨又地狱，效率高到可以顺便帮忙处理家庭失踪人口案件。这也证明了一件事啊，在台湾，科技再怎么冰冷，都敌不过我们爱凑热闹、爱管闲事的热情啦。这种不求回报的热心啊，我想大概也只有在台湾才看得到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在下课钟响之前，老师要跟你们说一个鬼故事，大家专心听好哦。你们是不是都以为Trey是我们年轻人的净土？错，我跟你们讲，真正的恐怖是当你发现你妈妈也开始玩 Threads 了。之前就有一个同学跑来跟我哭诉，说他妈妈办了账号，然后发了第一篇文章，内容非常单纯，就是今天天气晴，儿子记得穿外套，很温馨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不得了了，
底下瞬间涌入上百个陌生网友的留言，而且内容全都一模一样。妈，我也冷，我可以当你儿子吗？妈，我也要穿外套。所以关键问题就来咯，你在家里可能是独生子，但是网络上你妈到底多了几个干儿子干女儿啊？网络世界是很精彩啦，但回家记得提醒一下妈妈，不要在网络上随便乱认亲戚。好，下课。